大家好，我是挖掘古代生活的棉花。吴兴是唐朝的时候产米很有名的地方，而这种米它有多好吃，就是它在甑上蒸煮的时候，甑都弥漫着米的香气。甑就是古代的蒸笼，白马豆吃起来软软弱弱，而且香气非常迷人。其实白马豆就是我们现在所吃的鹰嘴豆，它是胡人骑着马带到中国，所以这种豆子它又叫马豆。因为我们现在吃糯米糍的时候里面会包豆沙，所以很多人很把零沙货当成包在里面的豆沙。其实邓莲他当时是做了2样，因为不管是糯米糍或是零沙货，在古代其实它都是祭祖的东西。翠渊堂是虢国夫人替自己取的堂号，而这堂号也就是祠堂的名字。不知道你们那里都用什么东西来祭祖，但是在台湾还有广东福建一带，在祭祖的时候经常用一种米做的糕点，闽南语叫昂古粿。这个粿其实它是古代用来重要的祭拜会出现的东西，像是祭天或是祭祖。但是因为粿它毕竟比较稀有嘛，所以后来就改成用米来做粿这个形状。米做的糕点虽然它是有点透，但是并不到透明的程度。传统用来祭拜的东西，尤其是像祭祖这种比较重要的场合，它用的东西一般都不会太小，品做太小的话好像没什么诚意，所以基本上它会做大一点。贡品的话，你做这么小一个，祖先也看不到啊，对不对？一般如果是糯米糍，当然是它是用手米来捣，但是手米捣出来的糯米糍其实它是比较软的，所以它没办法压出一个明显的图案。而在中式的糕点，然后是有图案的，大部分都是用生料去压模再蒸煮。最早在秦朝的时候就有用肉羹来作为祭祀的东西，一般的话它会放小米，但是虢国夫人她是用白马豆。这2样东西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平常，但是在唐朝的时候，这2样东西它都是比较贵重的。而在当时的长安，你要怎么吃到无心米呢？所以它的路途是比较遥远的，一般人当然他也是吃不起，因为隋唐大运河有是把各地的物资运送到洛阳，所以从洛阳再送到长安还有一段路，它可能不会有那么及时，皇帝会等不及。像唐玄宗他就曾经很多次，他就干脆到洛阳去吃他想吃的美食，因为你送到长安之后，他又多了一段路，感觉好像不够美味。糯米糍跟肉羹看起来都跟其他人一样，但是那些细节就是不同，而这个细节就可以彰显出他的身份。